迄今为止 ，YouTube 已经删除了超过1000万个 YouTube 频道了。在我制作这期影片之前，我重新阅读了 YouTube 的社群规范，我总共找到了14件你不能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想让频道被 YouTube 删除掉，一定要认真看完这期影片。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谈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 YouTube 是如何标记还有删除违规的影片还有频道的。现在 YouTube 的第一道防线就是 AI 能够快速的去扫描你的影片的标题描述栏，也会使用 Google Vision 去分析你的缩图，分析你影片的具体内容，去判断影片里面的细节，从这些内容里面去试图找到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除此之外，观众也是有能力去举报影片内容视为不恰当内容，或者是违反 YouTube 的社群准则的。然后所有被标记的内容还有频道都会被发送到 YouTube 的团队里面，被真正的 YouTube 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并且决定采取相关行动。审核结果会有3个：一是工作人员发现 AI 的审查错误了，或者是观众的判断错误了，这样的内容、这样的频道并没有违反 YouTube 的社群规范，或者是他们发现你的影片内容比较激进，但是没有积极的去违反 YouTube 的社群准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对你的内容进行年龄限制，或者是盈利功能方面的限制。你的影片内容还是能够出现到 YouTube 平台上面的，但是不会展示给年轻的观众，或者是没有办法去透过这部影片进行赚钱。但是如果你做了我接下来将讨论的14件事情，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你会收到 YouTube 给你发送的警告。当你的频道累积到了3个警告之后，你的频道就会被删除。之前我看过有个频道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收到了3次警告，直接导致频道被删除了。所以这个后果真的非常严重。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拥有一个违反 YouTube 服务条款的关联账户。这个其实有点吓人，因为很容易被忽略。我们都知道，同一个谷歌账户底下，你是能够创建多个 YouTube 频道的。我是看到网上有人说到，他的一个谷歌账户底下有好几个频道，其中一个频道它违反了 YouTube 的服务条款，然后 YouTube 决定删除掉这个频道，而同时在这账户底下的其他频道也一律被删除掉了。所以如果大家有想经营多个频道，尽量是分开不同的谷歌账户进行经营，这样能够去分担风险，不会造成你其中的一个频道因为违反了 YouTube 的服务条款而被删除，从而连带其他的频道也被删除掉。第二件事就是标签滥用行为，这种行为其实非常的常见，我在很多人的影片里面都有看到过，因为还是会有非常多认为这是一个影片优化的方法。其实标签现在的作用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会认为，如果在影片里面去放了标签了，能够更容易的让 YouTube 算法理解内容，从而去推荐影片。他们甚至会觉得在标签栏里面放标签是不够的，甚至想要放到描述栏里面，而且放的越多越好，这样他们的影片优化就做到完美了。标签本身应该放到标签栏里面，而标签滥用的行为就是把大量的关键词堆叠到描述栏里面。YouTube 也明确说明到了，在影片的描述栏里面堆叠过多的标签就是标签滥用行为，而并非在上传影片的时候加入适当的标签。如果你在你的描述栏里面去加入和影片不相关的标签，或者是在描述栏里面堆叠大量的标签，让观众能够明显的看出你的这些描述是为了算法而不是为了观众阅读的，那么 YouTube 就会制裁你。在描述栏里面添加的信息一定要是和影片相关的，千万不要认为你在影片的描述栏里面去添加了 MrBeast 的关键词，就会让 YouTube 算法会认为你这部影片是和 MrBeast 相关的，会给你更多的推荐量。同时一定要保证你描述栏里面的信息是正常语言阅读的形式，让观众能够方便阅读。下一个导致频道被删除的错误就是使用了误导性的元数据，或者是使用了标题党式的标题。前几天我想要在 YouTube 上面去看一些关于篮球的精彩片段的影片，这时候一部影片跳了出来，它的标题和缩图承诺我会提供给我最新的 NBA 的精华片段，但是当我打开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发现
这其实是他玩 NBA 2K 游戏的精华集锦。这不仅让我觉得浪费了时间，同时他也违反了 YouTube 的服务条款。具体来说，根据 YouTube 的规定，以下内容它是不允许的：所有图中包含了和影片无关的流行名人的照片，或者使用标题、缩图或者描述来欺骗观众，使他们相信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例如，存在严重的现实世界危害的时候。下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发布你实际没有发布权限的内容。如果你发布的影片里面有包含一些素材还有资源是没有明确被出版方或者是原创作者同意发布的，那么就会判定为不合理使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能会收到 YouTube 的警告。如果收到了3次警告，就会把你频道进行删除。要确定你的内容是否是能够判定为合理使用，是没有办法100%确定的，因为到现在为止 YouTube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去规定哪些内容可以去合理使用。但是总而言之，请尽量避免去使用一些你没有办法去确定使用权的内容。如果你真的想要用，就尽量用短一点的时间。下一件事就是使用欺骗性和恶意的链接，这是 YouTube 非常重视的事情。欺骗性还有恶意的链接是包括在描述栏里面链接、简介里面的链接，还有信息卡里面链接的。如果你引导你的观众去访问一些恶意的网站，或者是引导一些观众去安装一些恶意的软件，如果被 YouTube 发现了，最严重的后果就是 YouTube 会直接删除掉你频道。所以大家在描述栏里面、信息卡里面、简介里面所放的所有链接都是需要有安全的链接，并且承诺给观众点击之后所观看到的内容是和你展示的内容是一样的，不要以切换内容的形式来骗观众点击。接下来会说到更多导致你频道被删除的错误。不过在之前，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下一点就是冒用他人身份，对于那些运营名人粉丝频道的人来说，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没有明确表示这是一个粉丝的频道，而不是官方的频道，那么就会因为 YouTube 的冒用他人身份的政策而陷入麻烦。在 YouTube 的服务条款里面， YouTube 将冒充定义为一个频道在外观和整体感觉上模仿另外一个频道，抄袭其他频道的简介、背景或者整体的外观风格，企图让观众误以为这是一个他人的频道。频道无需完全相同，只要抄袭意图明确，即视为违反这项政策。此外，个人冒充既意图让内容看起来像是别人发布的，也是不允许的。YouTube 有明确声明，如果你经营一个粉丝频道，一定要在你的频道名称或者账号代码中明确说明。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Elon Musk 的粉丝频道，这频道已经明确说明了这是一个 Elon Musk 的粉丝频道，所以 YouTube 看到之后也不会做任何的处理。下一个导致你频道被删除的事情，其实在2年之前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由于这2年 AI 的迅速崛起，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现在有非常多的频道会使用 AI 去生成影片或者语音，所以 YouTube 希望你在影片上传的时候就披露你这部影片里面是否包含 AI 的内容。但是你不必揭露所有跟 AI 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在你写脚本的时候，你使用了 ChatGPT 去帮助你修改脚本，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并不需要揭露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把一个名人的头像去深度的合成到你影片里面了，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揭露的。如果你没有披露的话，你是有可能会收到警告的。如果你收到多次警告，也是会导致 YouTube 去删除掉你频道的。下一件事就是违反了 YouTube 的版权政策。如果你违反了 YouTube 的版权政策，并且收到了3次警告，那么你的频道也会被删除。现在大家都不希望因为版权的问题而导致你的频道被删除。现在在 YouTube 系统里面，侵权的警告会持续到90天，然后需要证明给 YouTube 看你不会再违反这个政策。YouTube 会让你去参加一个版权的学校，就像是我们的交规学校一样，只不过这是一个版权的学校。在过了90天之后，你没有再收到另外一个版权警告，那么这个版权警告就会被删除掉。但是如果你频道里面连续累积了3个侵权警告，那么 YouTube 就会删除掉你频道。下一个就是发布垃圾信息，这是另外一个导致你频道被删除的行为，特别是你发布了很多垃圾链接还有垃圾评论。如果你在其他的影片里面去发布了大量的垃圾评论、垃圾链接，那么就被 YouTube 注意到。如果他看到你一直有这样的行为，就会选择删除掉你频道。我知道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互相订阅，也就是在其他的影片评论区里面去发布他的频道链接，这其实也是一种发布垃圾链接的行为。
这不仅违反了 YouTube 的社区准则，也是对其他频道主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我在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了大家，互相订阅这种行为其实非常有害的。互相订阅不但不能够帮助你频道真正的成长，反而会限制你频道流量的增长。频道主如果发现你在他的评论区里面不断发布垃圾评论、垃圾链接，那么他也是能够选择去举报你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去避免去发布垃圾评论、垃圾链接。你可以在这张图上面去看到 YouTube 明确禁止评论的内容，比如说在留言中提供宣传多层次传销计划的问卷调查或奖品，在留言中提供每次点击付费的推荐链接，在留言中谎称会提供完整的电影、电视节目、演唱会影片内容。下一件事就是宣传非法和违法活动。YouTube 是不允许你在平台上面去宣传任何的违法活动的，或者是透过你 YouTube 频道去销售一些非法、违法的物品，又或者是任何形式的违法服务。这一点大家其实都能够知道，在 YouTube 上面你是需要遵守法律规则的，不能够宣传一些违法活动。YouTube 对于这样政策是非常严格的，是零容忍的，因为 YouTube 它要确保这是一个安全的平台，能够传递正确信息价值的平台。下一点就是发布裸露与色情内容。YouTube 是禁止发布那些意图撩拨性欲的煽情露骨内容的。如果你发布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导致你这部影片被删除，更严重者导致你的频道被终止。另外 YouTube 也会移除还有恋物癖、色情的内容，或者是对它进行年龄的限制。一般来说 YouTube 是禁止血腥暴力、情色羞辱类内容的。你需要注意的下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发布血腥暴力的内容。根据 YouTube 政策，意图让观众觉得震惊，或者是让观众觉得恶心的暴力血腥内容，或者是鼓励他人去实行暴力行为的内容，在 YouTube 上面都是不能够发布的。一个受到这个政策影响严重的致命频道就是 RakaRaka， 因为这频道里面有很多的影片都是包含着暴力血腥内容的，所以这些影片都是没有办法盈利的，甚至是会被 YouTube 删除掉。根据 YouTube 说法，可能包含在这一范畴的其他内容，包括极端危险的挑战，或者是威胁到生命的恶作剧，以及不经专业认可的打斗场面。据我了解 ，YouTube 对于游戏创作者来说，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宽容的。但是如果你的游戏画面里面真的充满了非常极端的暴力血腥内容， YouTube 还是会执行相关措施的。下一个政策就是 YouTube 的枪支政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政治性话题。有的人会觉得他们有权利表达，但是 YouTube 它持有不同态度。YouTube 是对于枪支相关内容是有非常严格的政策管理的。具体来说 ，YouTube 不希望内容能够链接到销售枪支或者是被禁止使用的配件网站上面。你不要分享给你的观众任何制造枪支、弹药还有消音器的方法，也不要展示出如何能够安装使射击更快的配件的方法。在你直播内容里面也不能展示任何枪支或者是跟枪支有关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对枪支非常感兴趣，是有几种变通的方法的。我能够建议的就是你需要专注于纯粹的教育性内容，比如说你可以评论不同枪支它的配件，或者是你可以谈论一下枪支的历史，你提供一些教育性的见解，但是不直接展示出如何去制造它的过程。你也可以分享一些它的新闻、它的故事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现在你知道了如何保证你频道安全不被删除了，你可以把你的精力去放到如何去增加你频道流量了。你可以看这期影片，里面告诉你一个方法，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让你频道流量近翻倍。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呢这部影片点个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追踪我 IG， 能够和更多的互动。那么下期影片再见，拜拜。